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熬夜。在上个影片，我给大家讲解了关于为了一个更美好的2018年10个必除的拦路石的其中5个。今天的下半部将会和大家分享剩下的5个必除拦路石。还没看过上半部的小爷们，可以点击下方链接先观看哦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马上就进入第6个拦路石。第6，不良习惯。有很多人做什么事都没有成就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。因为一个人大部分的成败都取决于我们的潜意识行为，也就是习惯。比如说，你有个成功和健康的口腔，是因为你有刷牙的习惯。它叫做习惯，是因为你完全不需要思考，就会每天自动自发的去执行某种行为。你早上会去刷牙，晚上睡觉前会去刷牙，每天都会刷牙，所以你才会有一个成功健康的口腔。这里的重点是，你必须把需要思考、有意识的行为转换成不需要思考就会去做的潜意识行为，让你塑造成一种习惯。现在就立一个清单，写下有什么不良的、负面的习惯是必须从你生命中移除的，然后找一个好的习惯来代替它。有很多人一回到家就丢下他的包包，然后就打开电视开始追剧，这是一个非常不良的习惯。有些人则会选择丢下他的包包，然后去公园跑步，会到泳池去游泳，得到的结果却截然不同。如果你有一个肌肉爆发的朋友，就会发现他们都有着去健身的习惯。假设你想要增加你的财富，问问自己，你有着什么投资的习惯吗？像是研究股市、购买股票，还是研究房产？每个周末都会去看房地产，学习怎样投资房地产吗？新的一年就写下3到5个你觉得是在浪费生命的不良习惯，然后找个好习惯来代替它们，一直到它们变成自动模式为止。可以参考好业解说关于塑造习惯的影片哦。第7，不良的人际关系。有很多人认为，我只有这几个人际关系，这样对我来说就足够了。No， 事实上这样是不够的。这里有3个方面在人际关系上你是必须注意的。第1，良好人际关系的数量。第2，这些人际关系每一年的质量。因为今年这段关系可能维持得很好，明年就没有什么联系了。第3，每年都要削减的人际关系，并不是多就好，你必须去除那些没有必要的关系，那些每天给你负能量的人，每次邀约你醉生梦死，今日有酒今日醉，今天有钱今天花的人，这些堕落的人你必须远离。这里有个简单的练习，拿出一张纸，在中间画一条线，左边写上你的专业领域，右边写上私人领域。专业领域的关系就是在你的专业上每天会花时间和他们接触的人，可能是在电话面对面1个星期1次，或者1个星期2次。你的顾客、你的老板、你的上司、你的导师、你的承包商，或者你的供货人。私人领域就是你最亲近的人，比如是你的亲人，或者5个你最好的朋友。这些人际关系就是塑造你生活的大染缸，很大程度的影响着你。然后在这2个领域下面写下想要扩展的关系，这些人就是你的人际圈想要加入的人。选择对的朋友非常重要，因为我们人是非常容易受到别人影响的。如果你想要有个好身材，就多和常运动的人在一起；如果你想要成为学霸，就常和学霸在一起。这个周末就好好的检视你的朋友圈吧。第8，固定思维。史丹福大学的 Carol Dweck 提出了人的思维方式分为2种，一种是成长型思维，另一种是固定型思维。在他看来，一个人拥有成长型思维，将乐于接受挑战，并积极的去扩展自己的能力，而这是对未来发展最需要具备的能力。如果我们认为自己的智力和能力是一成不变的，我们的世界、我们的性格就是由一个个智商和能力的测试组成的，这就是固定型思维模式。固定思维的人往往害怕失败，担心自己看起来不那么聪明，比较笨，而拒绝接受挑战，面对困难，由此他们的发展潜力会受到限制。而如果我们认为所有事情都离不开个人努力，在我们的世界里就充满了学习、成长的有趣挑战，我们拥有的就是成长型思维模式。如果我们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改变智商和能力，相信自己的潜力是未知的，困难和失败只是说明自己进步的挑战，我们对学习就会充满热情。当我们每一次突破自己的舒适区，去学习新知识，迎接新挑战，
大脑中的神经元就会形成新的以及强而有力的连接，长久下去，我们就会变得越来越聪明。也就是说，成长型思维不但决定了我们面对困难和挑战的积极态度，还将通过激发更活跃的大脑活动，提高自己的智商。第9，为钱而烦恼。很多人都追求着金钱，他们认为想要赚钱就要为金钱而烦恼，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东西：增加价值。为钱而烦恼只会阻碍你赚更多的钱，只有追求价值才会让钱自动的找上你。如果你发现自己一直为钱而烦恼的话，就停下来，看看自己是不是在增加价值，看看你的生意是不是为你的顾客增值。当你的顾客不再跟你购买产品的时候，并不是他不喜欢你了，只是你已经不再为他增加价值了。所以要做的就是改变你想要为他增加的价值。比如说，在好业家附近有2个海鲜餐馆 A 和 B， 提供同样的餐点、同样的环境、同样的服务。B 餐馆有时候服务还会更好一些，可是好业总是会选择 A 餐馆用餐，因为这里有一个价值是 B 餐馆没有的，那就是室内空调，这就是一个增加价值的例子。所以跟着市场的需求，不断的给对方提供想要的价值，而不是在为钱而烦恼。如果你是员工的话，就想想有什么是你可以给你的部门或者上司增值的地方。如果你是老板的话，就想想有什么地方是可以为你的团队或者顾客增值的，就这么简单。第10，没有注重在优势上。其实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优势，可是很多人却没有专注在发展自己的优势，而是一直想要改善劣势。大量的事实证明，一个人只能从自己的优势并非劣势获得成功，所以千万不要浪费时间和成本去把铁棒磨成针，更应该注重于自己的强项。可以做一个优势检查，写下本身5个最大的弱点，无论是在你的生意上面或者是本身，然后同样写下5个最大的优点，看看你有什么优点，然后再写下10个可以用来增长你的优点的资源。你的资源可以是金钱、时间，或者你睡午觉的时刻，可以是你的人脉关系，也可以是网络，什么都可以。在这里写下你的弱点，是因为要让你知道他们的存在，因为他们可能会绊倒你的优点。如果有需要的话，就外包它，或者让别人去做，而不是为它而烦恼，更应该专注于自己的优势上面。好了，这就是今天好业给大家分享的10个在你生命中必须去除的拦路石的下半部，我们来回顾一下。第6，去除不良习惯，利用好习惯来代替它。第7，去除不良的人际关系，好好检视你的交友圈。第8，去除固定思维，相信自己一直在成长。第9，不为钱而烦恼，专注于增加价值。第10，不为劣势而烦恼，专注于发展优势。谢谢大家的观赏，同时也祝福大家新年快乐。如果你喜欢好业的影片的话，就请你给好业点赞鼓励，也别忘了点下旁边的小叮当，以便在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哦。